2025年7月4日清晨，台湾花莲空军基地3架 2F-5E 虎眼侦察机与2架 FF 双座战机以大雁队形低空冲场，引擎声浪响彻天际。在通过消防车洒水门致敬的那一刻，编号5504的最后一只猛虎正式交出了守护超过1/4世纪的侦察棒。对于关注台湾空防的人而言，这是一个铭记历史的瞬间，为服役超过半个世纪的 F5 系列战机正式画下句号。有人说它老了，有人说它太慢，但这只虎眼侦察机从来不靠蛮力做事，它靠的是悄无声息的眼睛，是低空贴海飞行的不要命，是在恶劣天候里硬闯风暴的胆识。那为什么此刻不得不让位？是因为真的跑不动了，还是因为天上的裁判换了规则？今天咱们一起走进老虎机的世界，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这只翱翔超过半个世纪的刚毅猛虎不得不收爪退役。要了解 2F-5E 在前线侦察中不可撼动的地位，得先搞明白一个核心问题： F5 系列战斗机到底有多牛？它本名自由斗士，绰号老虎，由美国诺斯罗普公司于50年代后期研制，定位是面向出口的轻型战术战斗机，造价低廉，易于维护，性能均衡。到停产时，全球高达2600多架 F5 系列战机，飞遍32个国家。在当年，与苏联米格21、法国幻影3并称军机出口三足鼎立。台湾自1965年起陆续接装各型 F5 系列战机，其中包括95架 F5A 型机、23架 F5B 型机，以及最为庞大的263架 F5E 型机与66架 F5F 型机，数量超过400架，常年支撑台海的战备、训练与对空警巡。在战略布局到实战演练，军方深感战术侦察机战力青黄不接。 RF-104G 早已退役，新一代 RF-16 侦察型换装又迟迟无法到位，而专门为制空任务设计的 IDF 金国号战机改装侦察平台又可能不符合作战需求。有些观众朋友可能会问，为什么不能用 IDF 直接改？答案很现实， IDF 的机体空间和载重限制塞不进那些昂贵的侦察设备。为了弥补这层战力空缺，代号为虎看的照相侦察机改装计划紧急上马。台湾空军将5架当时新出厂的 F5E 战斗机送到新加坡宇航公司，历经1年多的改装。1997年，首批返台部队隶属台湾空军第4侦察机中队及著名的红虎小队。改装重点为机头结构加长约50厘米，拆除原有的 AN/APQ-159 雷达和一门航炮，装上了 KS-87D 倾斜式摄像机、K56E 全景摄像机以及 2S710 红外扫描仪，让 2F-5E 具备昼夜高低空侦察能力。它接过 RF-104G 的衣钵，一飞就是整整28个年头。从925大地震到88风灾的空拍勘灾，从华航空难到阿马斯号货轮油污染，再到骊山大火，每一次重大灾难来袭， 2F-5E 都是冲在人民前面的那双眼睛。在军事领域，它的职责是负责提前发现危险，紧盯任何可疑的空中与海面目标，还支持过远到中东的大漠计划。为何这只猛虎能在云端翱翔那么久？答案就写在第5战术混合联队第12战术侦察机队服役12年的中校分队长傅红那些惊心动魄的任务回忆里。傅红特别记得，他曾奉命对海域的一艘不明船舰低空侦照，当时海象极差，能见度非常低，飞机必须几乎贴在海面飞行。按他的话说，此任务极其考验飞行员的飞行技巧、经验以及胆识。2F-5E 的标准侦察流程通常是采用高空水平侦察，一旦需要贴近威胁进行高难度写真，就需要让 2F-5E 降至极端低空、超低空精准取样。它不必和敌机缠斗，但必须在敌人连影子都没看到之前，就将目标信息准确传回。它就像是武装部队在天空布下的致命级速写师。然而再快的猎豹也终将迎来被岁月逮捕的那一刻。要让虎眼侦察机完美执行任务，除了飞行员的胆识，还需依靠其精确的对称性换装。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曾一语道破天机，台湾航空工业的根基正是在合作生产 F5 系列时奠定的。当时中科院航空工业发展中心借由合作生产 F5E、F 战机的经验，成功催生出首架自主研发的 AT3 自强号高教机，后续更是催生了 IDF 金国号战机与自制永鹰高教机的研发，因此成为全球拥有最多 F5 系列战机的地区。即便 F5 战斗机主要用作训练用途，
但它在军事空防中起到的作用却是无法被取代的。RF5E 侦察机飞行操作中不能有无意义的磕碰，它在飞行操作中追求的是平稳准精，就像使用单反相机在动态连拍，绝不能有丝毫手震。它为了完全适用侦察拍照，一改原先的格斗体制，特意对机头动了大手术，拿掉雷达，只留长鼻子，好放进那些价值不菲的光学设备。他们拆除了原有的航炮，却在翼间保留了挂载 AIM-9P4 响尾蛇空对空导弹的能力，这是与真正战斗机交火时的唯一筹码。它既是天空摄影师，也是能够把危险扼杀在摇篮里的前哨。服役期间，曾有 RF5E 战机在例行巡航中精准识别并监控水面目标。它利用 KS-87D 前视光学相机与 2S-710E 红外成像装置，扫在大老远处就把不明舰艇看得一清二楚，迫使其不得不在监视下通航。正是因为 RF5E 具备全天候高频次的即时影像传输能力，军方才能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牢牢掌控岛州海域的水面情报优势。可以说，它的退役标志着在天空中再也没有专职抓拍的非隐身侦察平台了。2025年7月4日除役当天清晨，还有一架鸿鹄的机身引人感慨，垂直尾翼上的鸿鹄标志早已换成灰白低调的低视度5连队徽。公告已经表明，接替 RF5E 的将是 IF-16，但此举并非简单意义上的1对1替换，而是被迫交棒。我们必须承认，当年的 RF5E 机队改装自20多年机龄的老旧 F5E 机体，即便改装时也换装了新发动机，但机体本身的金属疲劳是不可逆的寿命硬伤，加上近年来全球军事摩擦频率的不断上升，作战部队一再用 RF5E 执行威慑任务，老化速度只会更快。更要命的是， RF5E 是胶卷相机时代的产物，机上装备的红外扫描仪和胶片摄像机必须等飞机返场冲洗底片、判读分析后才能产出情报，而在实时图像传输已成为标配的现代战场，这是致命的劣势。当敌军使用先进的侦察无人机将拍到的画面实时传到后方指挥所时，虎眼侦察机指挥官只能等照片在暗房显影。各位观众朋友可以带入指挥官视角想象一下，当你还在处理胶卷时，对手已经通过 4K 直播打到家门口了，这仗还怎么打？慢了半个时代的差距是无法接受的。不仅仅是明显的军事硬件的差距所带来的信息滞后劣势，还有后勤问题。维护老战机零附件供应链已经断裂， F5 系列战机全面停产已有数十年之久，相关零件无法继续量产。通用电气公司的 G58GE21 涡喷发动机更是年久失修，库存零件极度短缺，随时面临空军备用老虎不能再飞。面对日益紧张的全球局势和瞬息万变的敌情，压力可想而知。必须承认， F5 战斗机在它诞生的上世纪60年代可是一辆超级跑车，极速可达 1.63 马赫，轻巧的机身与敏捷的操控性令许多中轻型战斗机都望尘莫及。可50多年过去，就连俄罗斯的苏式侧卫系列都已经换装了雪豹 E 相控阵雷达与矢量推力发动机，最新的277-1中程空导弹与 237M 超远程空对空导弹，而老虎携带的 AIM-9P4 导弹还停留在红外点源制导时代。相信聪明的观众朋友们已经能够预见到了，在面对4对4中程拦截的状况下， F5E 的胜算几乎为零。美军同代侦察平台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就启动高级战术侦察系统，并陆续换装先进战术侦察吊舱，实现实时传输、全天候侦察。2024年10月，美军在关岛安德森空军基地举行了海洋侦察2024联合演习，参演平台包括 2C135VW 铆接电子侦察机、2Q4B 全球鹰无人侦察机，以及由 F-16改装的 2F-16C 战术侦察吊舱平台。演习中， 2F-16C 从关岛起飞，飞越模拟敌对海域，全球鹰在 1.8 万米高空持续监视， 2C135 同步采集电子信号，三者通过 Link16 数据链及时共享目标信息，从发现到判读耗时不超过90秒。同年6月，俄罗斯在加里宁格勒举行了西方2024演习，苏 24M2 击剑手侦察机与最新型前哨2无人机协同，苏 24M2 挂载的 M8 吊舱可将影像实时传回地面指挥所，延迟约3分钟，而 RF5E 的胶卷冲洗判读需数小时，差距立判。美军在2018年就已全面列装高级战术侦察系统，
该系统使 F-16等平台具备实时数字图像传输能力。2025年，美军装备的全球鹰无人机一次出动可监视700万平方公里，图像通过卫星实时回传。相比之下，RF-51的 KS-87D 胶片相机堪称古董机。在一次兵棋推演中，设定台湾与美军战机进行演习作战，美方派出 RC-135与 RQ-4， 台方派出 RF-5E 与 RF-16对比。结果 RF-5E 因返航判读延迟，错过最佳攻击窗口，而 RF-16 与美军数据链融合，及时引导反舰导弹命中目标。看到这里，可能有观众会问，那为什么不早点用 RF-16 换掉 RF-5E 呢？答案很现实，预算、排产还有老机队的情感羁绊。但战争不等人，技术不等人，我们无法忽视数字时代对胶片时代的降维打击，这也是老虎不得不闭眼的根本原因。如果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假如时光能倒流，我们的老虎还能改装升级，那还有没有生存空间？如果 F5 系列还能升级，首先应该解决发动机老化和零件断供的软肋，换装推力更强的涡扇发动机，并加装数字电传飞控系统，可大幅提升这款60岁高龄机械的机动飞行品质。此外，可参考美军如今现役的部分老旧平台升级思路，利用 RIST 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和 Link16 数据链，将 RF-5E 单纯用作前线空中侦察节点，让其不再依赖机载雷达就可被动感知空中威胁。它的任务也绝非单打独斗，而是在预警机和地面防空系统的引导下，仅作为空中刺客的眼睛，偷偷在高空补刀。但它必须额外加装自防御电子战吊舱，否则在战场就是单程票。必须承认，即便这样纸面上的升级方案全数实现，F5 系列战机也无法再与隐士战机或新一代电子战飞机正面抗衡。在面对比如美军的 EA-18G 咆哮者或者俄军的 1222PP 伐木人时， F5E 几乎毫无还手之力。但如果是低烈度冲突，或是在己方掌握绝对制空权下执行战后清扫与辅助训练任务， F5 系列依然可以依靠大航程来弥补单位时间内的打击效能不足，在全新的空中指挥体系内被编入二线梯队。飞官傅红中校的心声或许能代表大多数人的想法，他们不只是钢铁，更是与我们一起出生入死翱翔天空的战友。可以设想一个最极端的假设，假如那天国际局势恶化，爆发战争，且我方战机全部以升空拦截，面对可能趁虚而入的运输机群或无人机蜂群，地面防空导弹成本太高怎么办？这时重新启用 F-5E-F 这种库存量大、出行速度快的老虎机就成了一种特殊方案。也许该给它换上新的心脏，剥离其原本的狗斗体质，加装外部电子干扰夹舱，搭载现代热成像搜索吊舱，通过数据链共享情报，最后携带 AIM-9X 响尾蛇导弹出击。这样一来， F5 摇身一变，成为贴近海岸线的出色低空拦截者。他们的目标不再是格斗，而是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消耗对方廉价的无人机，或打击低价值的非隐身目标。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减少昂贵的主力战机出动频率，发挥它的战术价值。时至今日的 RF-5E 或许再难爬上时代列车，但它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翱翔岁月里，它完美扮演了天空之眼的角色，直到退役都没有让人们对它产生半点失望。30年的光辉岁月，老兵永不凋零，永远翱翔。军人们都以敬意和颤抖之心告别了他们的老虎，迎向电子时代的全新雷光。这场关于 RF-5 虎瞰侦察机的硬核分析就到这里。各位觉得，如果真的陷入高强度持久战，被库存的 F5 老虎们真有望凭借改装升级焕发第二春吗？还是应该送去军事博物馆供人凭吊？如果让你来担当工程师，有什么黑科技能让他再上一线吗？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别忘了长按点赞，一键3连。咱们评论区继续，下期再见。